第5章，傅小安热衷做市长。南京沦陷，民心动摇。和谈开始，国军布防旧官请出，新官上任，市府开支，扬给日方护西歹土。潘达上任为府开支，才来有方76号，谈虎色便杀人魔王，奸请出诊，枪击不中，刀下无情。华北日报大楼及英国主要报纸的驻华办事处。民国26年1937年12月17日，日军攻入南京城。那时上海的市民多数觉得抗战已受重大打击，前几个月的欢欣鼓舞，高唱抗日论调，至此已成泡影，大家心头都觉得难过。这时上海虽有一个大道市政府，但对租界范围之内一点也不起作用。不久，大道市政府陷于终结状态，新政府一名上海特别市政府，改由傅小安当市长。本节就由他上场讲起。南京沦陷，民心动摇。南京沦陷之时，一场大屠杀，不但上海报纸大登特登，外籍记者更纷纷拍电报发向世界各地，把日本军人奸淫掠杀的情况描述得非常详细。各国外电都译成中文，再转刊在上海报纸，大家看了都咬牙切齿，格外增加了对日军的仇恨。日本人对这件事也慌了手脚，为了转移世界人士的视线，忽然公布一张进军南京所获枪炮军器的数字报告。这张报告的全文约有1500字，都是军器的数目。大抵说，所获卡宾枪几万几千支，机关枪几千挺，步枪100几10万支，小钢炮几千几百尊，迫击炮几百门，重炮几十尊，还有坦克车、装甲车几百几十辆，运输车1000几百辆。至于弹药的数字，都是以吨计的。这张数目单在电台上公布出来，报告的时间达半小时之久。日本人办的《新申报》还除了号外。这段新闻公布之后，有识之士就想到这些数字不甚可靠，但普通人不懂得军事，算不出军队应该有多少武器，只知这大批军器被日军掳去，抗战的希望更渺小了。日本人这种宣传打击了中国人的人心，大家细细一研究，觉得战事再也打不下去了。占领南京的日军举行入城式，向来日本人在租界上的宣传，大家总是不睬不理，充耳不闻。唯有这段新闻公布之后，无不奔走相告，没有一个人不沮丧到心灰意懒。这时捷租界上还有船只来往香港、上海，因而逃出上海的人更多。和谈开始，国军布防，国军撤出南京之后，日本军方认为大局已定，军人在南京肆意取乐，他们以为战事告一段落，国军再也打不起来。日本政界的意见也认为适可而止，不要追击得太厉害，所以等待着时局的自然变化。他们很希望国民政府肯低头软下来，取得一纸征服性的合约，那么可以不必再兴师动众地打下去。这时节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倡议和谈，这个呼声不但得到日本人赞同，中国政府也表示不妨谈谈条件。于是陶德曼就居间调停，时间拖了几个月之久。在拖延期间，日本人只在芜湖当涂打了一仗，轻轻松松地把当地国军赶走，此外就没有什么军事行动了。国府一面谈，一面防着日军进攻，就在长江马当方面加以封锁，使日本军舰不能由南京开入长江以上。在和谈期间，国军得到喘息的机会，整编各地军队，重新布下了一道新防线。这时杭州也沦陷了，
国军便退到钱塘江南岸。最紧张的一幕就是留在浙江的军队数字极大，辎重极多。那时节钱塘江大桥还没有通车，但是已完成大部分。军事当局下令所有火车和车头聚集在杭州，一夜之间将军人和军器粮食都搬上车，在黑夜中通过钱塘江大桥运入杭州南岸。这时浙赣路本已通车，偷偷地运了2日夜之久，待到所有车辆抵达对岸，就把钱塘江大桥加以破坏。所以有人说钱塘江大桥造了好多年，只用了这2天。直到后来长期抗战达8年之久，与这次迅速大撤退极有关系。陶德曼的和谈奔走实际上是给国府一个重新部署的机会。